东莞召开新年集会 ，Maki 居然要将西校逐出东莞。东莞本与势力敌对的黑龙签了休战协议，但由于柴八戒和他哥哥黑龙总长柴大寿的纷争，导致约定作废。之后，一番队、二番队以及东莞副总长也相继掺和进来。虽然东莞最终收拾了柴大寿，还打赢了黑龙本队，但这件事还要给队员一个交代。八戒在众人面前承认了自己的谎言，为了圆谎，他拖累了家人和东莞，让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。他主动揽下了一切责任，诚恳地向伙伴们道歉。虽然搞不懂具体发生了什么，但见八戒都低头认错，而且就结果来说，他们打赢了黑龙，那他就没做错什么，大家都原谅了八戒。他今后仍然是东莞二番队的副队长。之后，阿坚居然叫来黑龙的阿健和可可，战败之后，大寿辞去了总长职务，黑龙现在由他们俩接手。和 Maki 商量之后，他们决定带着黑龙并入东莞，并归顺于一番队，也就是武道的麾下。此话一出，整个一番队都惊呆了，因为阿谦和可可表示，如果要被并入东莞，只显得武道底下做事。Maki 尊重了他们的意愿，钱东断定这件事100%有内情，但是阿谦和可可两人的态度也挑不出什么错。黑龙的并入让队里议论纷纷，而接下来 Maki 的话更是让整个东莞骚动了。他居然要把西校从东莞除名。钱东是将西校背叛他们的事告诉了 Maki， 但他没想到 Maki 居然会做得如此不留情。西校更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，板间直接威胁 Maki， 如果西校退出，他就会带着爱美爱主和八六八鲁的350人跟着退出。一旦他们离开，东莞的规模就会缩减到仅仅100人。没想到 Maki 根本不在乎，他甚至觉得东莞的扩张太过了。Maki 反问西校，他设计引发圣诞夜决战，也是为了扩大东莞的规模吗？Maki 将西校的罪名公之于众，教唆一番队对抗黑龙，还给幽夜递刀子，企图让他杀死大寿。为了壮大东莞 ，Maki 是纵容过西校使用卑鄙手段，但也到此为止了。西校急了，辩解是因为 Maki 的状态不佳，他只是为了除掉威胁东莞的大寿，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 Maki 呀。阿坚拦下试图追上 Maki 的西校，半间突然一拳砸过来给西校开路。西校跑到 Maki 面前，企图给老板画饼。他不是说要开创不良少年的时代吗？以后的东莞会越来越大，成为让所有人都屈服的组织。组织扩大规模之后，就一定会产生黑暗面，而他愿意接受所有的黑暗面。月亮是无法独自发光的，而他就是 Maki 落下的影子，他们需要彼此。说着，西校向 Maki 伸出手，希望他再重新考虑一下。想起之前发生的种种，武道知道西校这番话并不是充满算计的话事，他对 Maki 本身就有一种超乎常理的执念。可惜 Maki 对西校的挽留并不动容，他那份自以为是的想法只会毁掉这个梦。被抛弃的西校跪地大喊，阿坚立刻宣布集会结束。武道这才真真切切地意识到，西校是真的被赶出东莞了，他的任务算是完成了吗？第二天，武道被千东捂着眼睛带到了 Maki 家，一路上 Maki 都神神秘秘的。到了目的地，武道睁眼，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辆崭新的机车 CB250T， 通称巴布，和 Maki 的机车是双胞胎兄弟。当时真一郎在菲律宾买零件，发现两辆机车的引擎悲伤地躺在废墟里。真一郎到处收集零件，让 Maki 的机车复活，另一个引擎就一直闲置着。之后和阿坚也开始收集零件，这才将另一辆机车也改装出来。机车是男人的浪漫，而 Maki 眼都不眨，将这份浪漫送给了武道。东莞的一番队长怎么能没有一辆像样的机车？说着 ，Maki 坐上后座，开始指导武道骑车。真一郎说这是命中注定，他找引擎时是在一片快令人窒息的灰色天空下，废墟的天花板崩塌，堆放了大量的废料，那些引擎就被埋在下面。真一郎说是引擎在呼唤他。Maki 和武道约好以后要一起去那里走一趟。黑龙归顺一番队，西校离开东莞。武道不知道今后还有什么变数，但他已经完成了任务，必须要回到未来了。到了和钱东分别的时候，钱东希望武道能好好活着，不是这里，而是日向、阿敦和大家都安然活着的12年后。武道哭着感谢钱东一直以来的帮助，就让他们12年之后再见。武道去见了 Maki 他们一面，将场地临终的话转交给大家。西校是敌人，三番队长才不是西校，而是阿帕。阿帕、三谷、阿坚、Maki、一虎，大家都是我的宝物。武道希望他们不要忘记场地追求的是什么。Maki 自己就有办法开创时代。最后几个人一起拍了一张纪念照。第二天，武道叫出了知人，郑重地将日向托付给他照顾。紧接着和知人握手穿越回了现代。他一睁眼，发现自己正穿着丧服在一家寺庙里。上一次的未来，他是在监狱里，这次没有被抓，代表情况变了。他没有来得及确认日向是否还活着，一位粉发少女走了过来，将他带到了葬礼现场。之后便和另一个女生坐在了接待处。武道总觉得两人非常眼熟，直到他听见了两人的名字，他们居然是三谷的妹妹。武道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他冲进礼堂，屋子里摆放的正是三谷的遗照，三谷竟然去世了。